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档案。最近加拿大发生的一起民事诉讼案，引发了全国甚至是很多其他国家网民的热议。BC 省的一名法官呢，在一起家庭遗产纠纷案中，修改了一位已经过世的华裔母亲生前立下的遗嘱。遗嘱的内容呢，就是把房产和现金这些遗产的绝大部分留给儿子，很小的一部分留给了女儿。这个女儿不干就告上法庭，说男女不平等结果法官就给重新分配了一下，从中划出了一部分给了女儿换句话来说呢，就是当妈的在遗产的问题上一碗水没端平，现在法官来帮着端喽。这个事情呢，一经媒体披露，很快就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有人说你这法官手伸得太长了吧，也有很多人觉得法官做得对这都什么时代了，重男轻女的陋习本来就不应该被带到加拿大。遗嘱判官该出手时就应该出手，才能做到真正的公平道义。今儿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家长里短的案例，看看加拿大法官是怎么断的这个家务事儿。不过在讲最近发生的这个案子前呢，咱们先从两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先例说起这第一个事情发生在2019年事情发生在一个印度家庭，父母移民加拿大50多年，育有4女2子，一共6个孩子。落地 BC 省之后呢，夫妇二人先是在一家锯木厂打工，之后用辛苦攒下来的钱，在 Fraser Valley 买下了一间农场。通过几十年辛苦工作以及正确的投资，鸡生蛋，蛋生鸡，最后身家也接近1000万了。可是哪怕他们在加拿大生活了大半辈子，印度人这个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还是挺严重的。具体就体现在这4个女儿从小就被要求做家务稍微大一点呢，更是要每天跟父母一起去地里头劳作。中学一毕业就成了家里的免费全职劳动力。而俩儿子却是完整的念完了大学，在大城市里头找到了白领的工作。过分的是呢，4个女儿中的3个在成年后都被父母以包办婚姻的形式嫁给了年长自己很多，连面都没见过几次的印度富老头，成了巩固家族财产的棋子。这些婚姻的质量也可想而知了，有的在丈夫去世后守寡，有的遭遇了族中其他男性成员的家暴，还有一个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失语症。可就是这样一对父母，哪怕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也不忘趴在他们身上继续吸血。根据一份法庭公开的文件显示呢，2个大女儿是不计前嫌，在2015年到2019年这4年间悉心照顾着生病的父母，直到他们双双离世。可是这样的以德报怨换来的却是一份难以让人理解的遗嘱。父母把财产的93%都留给了俩儿子，而让4个女儿呢去平分剩下那7%。其实到这个时候这6个子女已经经济独立了，其中几个人也都自己就拥有100万资产了，都不指望父母的遗产过日子。但是这份遗嘱呢，不管是从感情上、道义上还是公平上，都体现了一句话儿子才是宝，闺女全是草4姐妹呢一怒之下就告上法庭，要求修改遗嘱。面对如此奇葩的财产分配，法官自然也没惯他毛病，大笔一挥把这遗产进行了4-6开，让4姐妹平分其中的60%，俩兄弟呢最后获得40%。其实这么算下来呢，每位男丁依然获得了比较高的比例，但是比起之前那离谱的93%对7%，还算是公平了一些。法官在判决下达的同时呢，向前来旁听的媒体记者们表示，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修改，不仅是要让女儿们得到她们应得的利益和尊重，也是在鼓励其他的南亚女性也有勇气来挑战1000年传统和父辈权威。加拿大不是印度，不允许任何对女性的剥削，哪怕是在自己家里头也不行。面对这样的结果原告和被告双方呢也都没有异议。其中一个兄弟表示他其实早就觉得这个遗嘱不妥，也曾经劝说父母修改这个比例，以求对姐姐们更加公平些，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现在法官出面，也算是个好结局。如果说印度家庭的这个事儿让人觉得是大快人心，那么另外一个发生在香港移民家里的事儿多少让人觉得有点五味杂陈。2021年，华裔男子张先生在烈日文去世，在他的遗嘱中呢，交代自己名下68.3万加币的财产由2个女儿平分，除此之外留2万给自己的教女，1.75万给自己的妹妹，还有1.7万留给侄女。
听上去这份遗嘱没什么毛病啊，你看远近亲疏相关人员都照顾到了，妥妥帖帖的，完全可以放心的驾鹤西去啊。可是问题啊，偏偏就出在分到最少的那个侄女 Selina 身上。她在得知了遗嘱的细节之后啊，马上就联系律师要提告，理由是她可不是什么侄女，而是张先生的亲生女儿。凭什么2个妹妹能分34万，到了自己这儿就只剩个零头了呢？这个突然之间侄女变女儿的事儿啊，最早也要追溯到50多年前。当时啊，张先生和妻子生活窘迫，无奈之下把才4岁的大女儿 Selina 过继给了妹妹和妹夫，也就是孩子的姑父和姑姑。从此啊，Selina 开始了名义上收养，但其实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平心而论，姑姑和姑父的家庭条件是远远好于 Selina 的原生家庭的。当2个妹妹还跟父母住在鸽子笼似的廉租房的时候呢， Selina 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好看的衣服、玩具以及私立学校的教育。可是这些物质条件的背后，却是无法弥补的家庭创伤。姑父呢，是一个脾气暴躁且喜怒无常的人，尤其是在醉酒后，不仅会对老婆大打出手，还会对 Selina 动手动脚，甚至侵犯。每到这时啊， Selina 都会对亲生父母无限思念。在已经渐渐模糊的记忆里，尽管家里头很穷，但是气氛却是温馨有爱的。于是在高中的时候呢，他鼓起勇气找到亲生父亲，哀求他能够让自己回家同住，远离姑父的魔爪。但是父亲却只是一个劲儿的劝他留在姑姑家，让他再坚持一下。就这样，Selina 一直熬到了18岁成年。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逃离那个可怕的家庭，带着兜里的500加币现金来到了加拿大，自力更生，读完了大学，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这期间啊，亲生父亲张先生也带着自己的第2任妻子和2个女儿移民到了加拿大，开了一间生意不错的餐馆，也算是步入了中产阶级。Selina 呢，曾经多次前往 BC 省看望父亲和妹妹，希望一家人能够在异国他乡再度团聚啊。但是换来的依然是张先生支支吾吾的拒绝。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啊，他压根儿就没跟第2任老婆提起那个从小就被送走的大女儿。那如果突然出现认亲，会对他现在的生活造成影响。不仅如此啊，他还要求 Selina 在外人面前继续以自己侄女的身份出现，不许喊他爸爸。父亲的这番所作所为啊，让 Selina 着实感觉到寒心。而2个妹妹对他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带有恶意。他们认为 Selina 从小就被有钱的姑姑姑父收养了，吃香的喝辣的，根本就没跟自己这样吃过没钱的苦啊。现在是看着亲爹有钱了，所以又跑过来要认亲，那实在是动机不纯。为此啊， Selina 跟小妹大吵了一架，之后很多年都再无来往。张先生在2021年病重住院，2个女儿呢也没有通知大姐过来见他最后一面，甚至连葬礼都不许他参加。相比起那印度家庭啊遗产纠纷的那个情况呢，张先生和 Selina 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也更加令人唏嘘。一方面，他从小被父母送走所造成的情感和肉体上的伤害令人同情，但另一方面，和2个妹妹比起来呢，他的确也未能尽孝。父女2人就好似2个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如果想要平分遗产呢，的确似乎有点牵强。不过啊，法官最后还是选择了共情 Selina， 对张先生的财产做出了3姐妹平分的判决。在阐述这一决定的法律原则时呢，那位女法官这样写道：剥夺成年子女的继承权，你必须要有一个正当且有力的理由啊。在本案中，原告 Selina 并无不当行为或不良品格，相反，她曾经非常积极地想要修复和父亲的关系，只是由于妹妹们的阻挠以及张先生自个儿顾虑婚姻关系等客观原因未能成功。因此啊， Selina 不能为此受到指责，也不能否定她提出要求均分遗产的主张。也就是说啊，这事儿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要算在张先生头上。他这辈子没有对这个女儿尽到任何做父亲的义务，那就只能用遗产来进行补偿了。对于这个判罚的结果呢，2个妹妹当庭表示不服，提出上诉。而直到本视频制作时呢，这个上诉依然还在漫长的排期过程当中，双方都没有要让步的意思。看来啊，这个3姐妹争遗产的事呢，还远远没有结束。听完这2个案例啊，咱们再来想想自个儿。
其实啊，咱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当中呢，父母对孩子偏心眼儿这个事儿呢，不只是中国人，在哪儿都存在。这个偏疼啊，在老人活着的时候就不说了，过世时遗产的分配上呢更为明显啊。老人根据自己生前的财产状况、儿女的孝顺程度、各自的收入能力种种因素吧，把这遗产呢做一个符合个人意愿的分配比例，而不是这个均分遗产，这再正常不过了。即便是分配不合理，外人也很难插手。那别人哪知道人家家里头几十年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呢？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儿，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但是啊，加拿大的法官偏偏要来硬断这个家务事儿，到底是凭啥呢？加拿大法官修改遗嘱分配的根据到底在哪儿呢？这儿啊，想跟同学们解释一下，在加拿大呢，其实有2个法律体系，魁北克省使用的是法国传承下来的大陆法系，也就是 Civil Law。这个大陆法系啊，更加注重法律条文的解释和适用。虽然法官也会参考以前的判例啊，但是核心依据就是这成文法律，很少依赖法官的创造性解释。而魁省之外的其他省份，包括 BC 省，用的呢是海洋法系，也叫普通法法系啊 Common Law。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遵循过去的判例。法官之前咋判的，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值，影响到之后的判决。在这种普通法系下呀，法官都有很大的解释权。所谓法律条文是死的，人是活的。无论继承法还是家庭法，立遗嘱还是婚前协议，最终的解释权其实都在法官。富豪迎娶灰姑娘，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受损，让灰姑娘签下协议，万一离婚了，灰姑娘则要净身出户。可是真的到了离婚的那一天，法官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完全可能不依照协议，而是根据家庭法的原则做出裁决，平分财产，让那个婚前协议啊变成废纸一张。而家庭法啊，在普通法系中强调的这个公平原则，就是为了保护婚姻中的弱势一方，让他们不至于在离婚后经济上陷入困难。这个呀，大家好像都能理解。但是呢，到了另一边，同样以这个保护配偶和子女获得足够、公正、合理的保障这件事为出发点，在继承法上却饱受争议。一方面啊，是咱们之前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死者为大，不管活着的时候咋样，那对于往生者最后的遗愿，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予以尊重。再退一步讲啊，这个遗嘱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司法干预啊？能干预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也就是说，只要是原告方觉得分配不公，就可以提告。至于如何判决，就全看法官的心情和共情程度了。2004年的时候 ，BC 省修改了这个遗嘱变更法，并在之后纳入了2014年生效的遗嘱、遗产和继承法。其中啊，第60条是关键修改，明确立遗嘱的自由必须从属于法律，并且赋予了法官纠正不公正分配的权利。打这儿起呢，有超过20多起类似的案件通过了审理，其中超过80%都被法官推翻后重新进行了分配。就比如上面咱们提到的那2个案例。但是为什么偏偏最近的这次案件能够掀起如此大的舆论风波呢？这里啊，我们先叠个甲。由于这种家庭纠纷的案件自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属性，双方肯定都会挑对自己有利的来说，所以呢，我们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以温哥华太阳报、CTV News 的相关报道，以及 BC 省最高法院公开的 Lam v Law Estate 法庭文件为准。这个案件的原告方啊，是一位名叫 Jenny 的50多岁的华裔女士，她告的呢是自己的亲哥哥 William， 理由啊是他和已经去世的母亲罗女士联手，不仅夺走了本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遗产不说，还蒙骗着让他给母亲养老。为啥要这么说呢？因为根据母亲罗女士的遗嘱啊，儿子将会获得290万刀的房产及财产，而女儿分到的只有17万刀。这里面还不包括罗女士在世时通过赠送的方式已经转给儿子的一大部分财产。而这份遗嘱呢，其实还是改动后的第2版。因为如果按照罗女士原本的意思啊，闺女只能得到区2000元啊，是儿子所得到的零头的零头的零头，连负责为他做公证的公证师都看不下去了，提醒他说：“你这么搞啊，很可能会造成子女矛盾的，甚至会闹上法庭打官司。”他这才松口改成了后来的17万。
可是这也仅仅只是儿子份额的10几分之一。女儿回忆说在听完了母亲的遗嘱内容后，她当场就转头问哥哥：“你知道这个分配方案吗？你怎么可以同意咱妈立这么不公平的遗嘱呢？”可哥哥的回答却十分冷漠：“给你多少，给我多少，这都是咱妈的意思。”他甚至还说：“你要是不同意，那么就找律师吧，咱们法庭上见。” How can you possibly say and feel okay with this just because you were born a boy? And he said, well, this is what mom wanted. And I said, I know this is what mom wanted, but you can change it. You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this. He goes, I'm not going to change it. And the last words he said to me was, lawyer up. 异母同胞却如此的亲情淡漠，简直是连陌生人都不如。可如果把时间推回40多年前，他们其实也是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本案遗嘱的主人罗女士和丈夫在1969年的时候就来到加拿大，勤劳肯干、白手起家，是那一代老移民中的典型。在经过了好几年的打拼之后呢，夫妻2人接手了位于温哥华北部的一间中餐馆，丈夫掌勺，老婆负责前台服务和清洁。之后他们迎来了一儿一女，事业和生活都步入了正轨。两兄妹也非常乖巧懂事，不仅从小就在父母的餐馆里帮忙干活，而且因为父母一直忙于工作，语言上磕磕绊绊的没能过关，所以孩子们也肩负起了给父母当翻译的职责，比如陪同看病、预约以及交付账单等等。而在这方面能说会道且细心可靠的女儿就成为了主力。就这样，一家人同心协力，把餐馆做得蒸蒸日上，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可是厄运在1985年12月31日突然到来，餐馆因为一场大火被夷为平地。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保险公司调查后发现起火的原因是后厨非法搭建燃气管道，因此拒绝理赔。一家人苦心经营数年的心血就这么毁于一旦。根据女儿回忆那个时候呢，全家被迫搬进了一间由地下室改成的小公寓，父母每天要打好几份工维持生计，兄妹2人也学会了互相照顾，相依为命。可即使生活如此艰难，他们也依然非常乐观，团结一致，处处为对方着想，跟后来反目成仇闹上法庭的状况简直是天壤之别。就这样过了7年的穷日子，戏剧性的一幕又在这个家庭中发生了。父亲呢，在便利店里头随手花几块钱买下的一张649彩票中了100万大奖。面对这笔天降横财，父母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们根据一个金融顾问的建议，把钱全部投在了房地产上，分别用27.7万、24.9万以及23万购入了温哥华的3处房产，还一次性付清了自己所住房子、车子的贷款，从此无债一身轻，过上了包租公包租婆的快乐生活。如果说之前中了大奖算是老天有眼，眷顾了这命运多舛的一家人，那么投资房地产这个做法更是让他们点石成金。因为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从90年代到前几年，温哥华的房价就如同做了火箭般一飞冲天，翻了不知道多少倍。只可惜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人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可以共患难，却难同富贵。1999年年底，父亲身患癌症，临终前他把家里的自住房、3套出租房、100万奖金的剩余以及家中其他财产，通过夫妻双方镜像遗嘱全部交给了妻子罗女士。至于为什么全都给了妻子，一点也没有留给儿女呢？这儿要多说一句加拿大的遗产税以及夫妻间的这个镜像遗嘱了。加拿大在法律上是一个没有遗产税的国家，在转移资产的同时呢，只会收取0.5%到1.5%不等的认证费。但是呢，没有遗产税并不代表在这个房产转移的时候不用交税，因为按照加拿大的税法去世的人默认在死亡的那一刻公平出售了自己名下的房产，所以呢，接受遗产的人也会被看成是买家。这么一进一出产生的税款，必须要在去世之后1年内完成，之后才能完成领取遗产的手续。也就是说在加拿大这个万税之国，哪怕你死了，都依然要被税一税。如果是名下投资类的房产呢，还需要计算涨价的部分，上缴这个增值税。不过如果是留给配偶的话，则可以通过配偶免税转移的方式，延迟到配偶去世的那一天再申报这个增值税。为了让这一步顺利进行，很多夫妻会选择立下镜像遗嘱，也就是不管哪一方先去世，对方都能自动继承所有。
具体放到这个案件中啊，由于夫妻共同拥有的那3套出租房在过去几年里出现了大涨啊，那么所有财产全部转给老婆，让罗女士有时间去规划财务，避免在遗产继承的时候立刻就得交税，为后续可能的财产分配能提供更多的灵活性。也正是因为这些个原因啊，本案的 William 和 Ginny 两兄妹对父亲把全部的财产留给母亲这个事儿啊，并无异议。可是真正的家庭矛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女儿回忆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尽管家里头也有些重男轻女吧，但都只是集中在哥哥吃鸡腿，妹妹吃翅膀，哥哥霸占了全家最好的停车位，妹妹只能靠边停这种小事上。当时呢，虽然心里头有疙瘩，但是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是父亲过世后，母亲的重男轻女愈演愈烈，偏心哥哥不说啊，甚至变本加厉，宠一个贬一个。那些日积月累的小矛盾，终于在女儿结婚的时候来了一次大爆发。罗女士在得知女儿的婚礼日期比儿子的订婚宴早了3个月之后，就明确表达出了不满。在她看来啊，儿子的订婚宴比女儿结婚那要重要太多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办2次喜事儿，必然会导致宾客的积极性减退。具体呢，可能会体现在给儿子的礼金会大大缩水。于是他就要求女儿更改自己的婚礼日期，给哥哥的订婚让路。可是吧，结婚这个事儿啊，本身的准备时间就很长，酒席宴会什么的都是提前安排好的，改动起来呢不仅麻烦，经济损失也很大。于是女儿就没有听从母亲的要求，反而觉得凭什么哥哥的订婚宴不能改期呢？一家人就这样闹得不欢而散。最后看女儿坚持不让步，母亲又提出婚礼不改期也行吧，但是要女儿女婿给儿子买一条裤子，在婚礼的时候呢，一对新人要从这条裤子下面经过，用来表达对娘家，尤其是大舅子的尊重。如此奇葩的要求，准女士当然是不同意的，毕竟谁愿意在自己的大喜之日莫名其妙的受这样的胯下之辱呢？于是双方大吵一架，差点连婚都没法结了。最后啊，还是男方的妈妈出面，亲自上门斡旋，以给大舅子包一个200块的红包为交换，取消了婚礼上这个侮辱性的钻裤子环节。这种奇葩的规定啊，我真是打破头也想不通。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结婚的奇葩习俗吗？不妨在留言区说一说啊。其实啊，不管是罗女士还是儿子 William 都不缺这200块钱。说白了，这可能就是对女儿和未来女婿的一场服从性测试而已。而似乎罗女士啊，还不打算善罢甘休，因为 Ginny 婚后啊，接连生下了2个女儿，当妈的觉得她应该再努力啊，生个儿子最好，因为女人只有了儿子，腰板才能直起来。同时啊，她也对 Ginny 开了一间课外补习学校不屑一顾，觉得女人在家相夫教子就够了，搞什么事业啊？你说说，这大清都亡了100多年了，依然有人抱着这样的想法，简直是小脚裹到了脑子上。但如果只是嘴上说说倒还罢了，罗女士呢，把重男轻女落实到了实际上。2004年，她立下了第一份遗嘱，把儿子指定成了唯一的遗产继承人，而女儿那边只是意思意思给个2000。这份遗嘱啊，过分到连公证师都看不下去了。在他的强烈建议下，并没有真正签字生效，但是原稿呢，却一直被罗女士保存在保险箱里。同年，罗女士把自己住的那套房子加上了儿子的名字，变成了母子2人共同持有。而这一次的产权变更是完全瞒着女儿进行的。之后啊，她又开始计划把3处出租房的第1处卖掉，钱全部给儿子去做生意。由于这一处啊是商业房产，而且中大奖的时候女儿也有份儿，所以必须要她签字同意才行。为了稳住闺女，罗女士提出这套房子也不是白给 William 的，她同时会补偿给 Ginny 12万作为买房的首付。尽管说这些钱跟房价比起来呢远不对等，可 Ginny 还是同意了。毕竟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哥哥吃肉，你有口汤喝就已经不错了。只是啊，她还是小看了亲妈的小算盘，因为赠与她买房的首付款呢，其实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她的新房必须买在列治文，距离罗女士家的距离不得超过5条街。之所以要这么做啊，是想让她住得近一点，方便女儿照顾她嘛，给她养老。根据法庭文件显示，从2000年到2016年间，罗女士一共做了3次白内障手术，3次心脏手术。每次不管是手术前的会诊，还是手术后的咨询、康复、用药，都是女儿 Ginny 一手操办。而且每次动完手术后，罗女士都会在女儿家里住3个月以上，
吃喝拉撒全部由女儿负责照顾。尽管儿子有的时候也会过来看望妈妈，但是总体来说呢 ，Ginny 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母亲。可能是为了稳住女儿，进一步为她养老吧，罗女士在2018年又立了一次遗嘱。这次啊，她承诺将3套出租房中的第2套位于 East 18th Avenue 的房产分一半给女儿。但是与此同时呢，她又将自住房的产权全部转给了儿子。自此啊，他们家名下那4套房子中的2套半其实都落到儿子手里了，女儿呢只有半套，剩下那最后1套还有点悬念。而这套房啊，就成了罗女士手里的那根胡萝卜，时刻用它来鼓励女儿给自己养老。可实际上啊，这套房子后来也被她给卖了，将所得的一半以赠与的方式给了儿子，女儿到头来还是啥也没捞着。多年来啊，在与母亲的闲聊中，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 Ginny， 你兄弟才有权获得遗产，并且他将继承大部分遗产，因为他是儿子。然后啊，就是整个事情中最骚的一个操作出现了。罗女士在遗嘱中承诺的会留给女儿的那套房呢，居然出现了22.8万的抵押债务。也就是说，女儿辛辛苦苦给母亲养老，最后继承来的遗产居然是一笔债务。真的是见过狠的，没见过这么狠的呀。对于这笔抵押债务，威廉没法解释清楚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根据法庭的材料，种种证据都表明，他密切地参与了罗女士财务事务的管理。母亲会询问他对于任何和家庭或者财务相关的事情的想法。威廉姆呢，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塑造和指导了这些操作，其中包括各种抵押融资和房产的再融资，以及和物业管理相关的一切细节。尽孝这么些年，得到那一半房产呢，居然还背着债务。吉尼也是够倒霉的。好在啊，温哥华的房价的确给力。到2021年罗女士去世，这增值的部分已经抵消掉了那些债务。吉尼的这半套房子算来算去，最后价值17万，也成为母亲留给她的唯一遗产。但是啊，因为这一番不为外人知晓的财务腾挪，看起来呢，这兄妹俩都是继承了家里的房产，但是哥哥实际上得到了290万的大头。对于吉尼来说，他不满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母亲明明知道会把大部分钱留给儿子，但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哄骗自己照顾他看病啊、日常起居啊，完全没有一点多劳多得的诚信可言。而这背后啊，可能也少不了哥哥出谋划策，母子2人联手把女儿变成了个养老工具人。而葬礼后呢，哥哥的冷漠态度更是让他出离愤怒，于是将此事告上法庭。法官在倾听了双方的陈述之后啊，最终判决将 East 18th Avenue 的那套房产的85%判给女儿。理由呢，是死者在分配财产和遗产的时候存在严重的性别偏见。但是大家算算也知道，哪怕是把那套房子的50%给提升到85%，女儿得到的遗产总额啊，依然远远不及儿子。所以呢，这起胜诉与其说是经济上的，倒不如说是精神面的。而且呢，根据 CTV 9月24号的报道，威廉对此判决并不服，已经提起了上诉。听了这起遗产案啊，咱们来聊聊为什么它引发了这么大的争议。其实归根结底啊，还是因为在绝大多数人心里，我的钱是我自己辛苦挣来的，应该拥有完全的支配自由啊。哪怕是死后留给一只宠物猫或者一条狗，那也是我乐意啊。如果今天法官有权利来给我的遗产做主，那么明天是不是连我的财产都要收回，统一进行分配呢？反方观点则认为啊，法律本身就是保护弱势群体，面对如此不公平的情况，法官自然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既然离婚的时候分配财产都可以由法庭来改判，那为什么到了遗产上边就成了人家家的家务事了呢？那如果事情的真实情况的确如女儿 Ginny 所讲的，罗女士把不受宠的子女排除在继承之外，但是又指望他们能给自己养老，那这种做法只能激化子女间的矛盾，多少有点只顾生前享福，不顾身后洪水滔天的意味了。生老病死无可避免，希望天下众多当父母的呀，能够在生前妥善处理自己的财物，不要把一地鸡毛留给子女。也希望这类遗产争夺闹上法庭的事情呢，能少就少一些。当然啊，也有不少人在看了这个案例的判决之后呢，马上就开始咨询了，能否把名下财产转移到那个唯一没有相关限制的魁北克省呢？跨省立遗嘱怎么样？
还有人啊，趁着明年要大选的契机，向选区议员喊话，要他们提案修改继承法，限制法官的权利，避免在今后啊出现类似以法律为名，实则干涉私人财产分配的行为。那么对这起华人家务事刺了加拿大司法机构的案子呢，您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咱们呢，下期再见。